wash away the pain. There's a new day to take away your sorrow, and the old ways get washed out by the rain. Darling, you've got to keep holding on through the night, 'cause I promise you this: if you try to get some sleep, if you give up the fight,索尼50毫米 f1.2GM， 我觉得这是一支非常值得购买的镜头。我已经多次在视频里面说爱它了，但是我一直都没有发视频详细聊聊它。那今天呢，让我和大家分享一下这支索尼首支 f1.2 大光圈镜头的长期使用感受。Hello， 大家好，我是 Kelvin。由于这支镜头已经发布了1年多了，网上面已经有铺天盖地的测评，那相信呢不少的索尼用户都已经买了吧？那所以呢，我就抛开参数，谈谈我为什么这么喜欢它，而且实不相瞒，我还因为它现在几乎全面转入了这个索尼的系统了。在1年前，索尼 A74 还没有推出，我唯一拥有的索尼机身就是 A7S3。那我买50毫米 f1.2GM 呢，本来只是打算用它来拍视频，而并不是拍照。那因为那个时候我还是坚持索尼视频、尼康拍照的这个组合。那我买它理由也很简单，那就是因为它拥有 f1.2 大光圈的同时，还能做到体积小巧、重量轻。那相比起佳能和尼康，它的体积和重量是最小最轻的。那不过拿上手之后，我发现它虽然在参数上面是最小最轻的，但是呢，它相比起24GM 还有35GM， 它的确是大了一圈，拿在手里面呢也是沉甸甸的。那不过考虑到它是 f1.2 的大光圈镜头，我也就忍了。那其实我还曾经想过使用转接环把它放在尼康的 Z6 2代上面使用。那不过呢，经过一番研究之后，我最终还是放弃了那个想法。我是去年6月底拿到这支镜头的，那但是呢，在去年的8月到11月，新西兰经历了长达3个多月的封城，我根本没有什么机会可以拿它出去干活。那在家的时候我就拿它拍了个居家隔离的短视频。那不过呢，更多的时候，其实呢，我都是搭配这个 A7S3 来拍一下家人和花园的一些照片。那随着长时间的使用嘛，我发现这支镜头无论是在画质、这个锐度、颜色还有对焦上面呢，真的是表现尤为出色，也让我呢越来越喜欢使用索尼的相机来拍照。那虽然呢 A7S3 并不是特别适合拿来拍照片，不过很快 A74 就发布了，我立刻下单，并且很幸运的拿到了新西兰的第一批。而且随着11月底，新西兰呢也逐步解封了，那刚好呢也是婚礼的旺季，50毫米 GM 就成为了我过去几个月婚礼跟拍时候的主要挂机镜头。那个时候我一般都是尼康 Z6 2代挂上一支85 f1.8S 或者24 f1.8S， 那再加上索尼的 A74 搭配这个50 f1.2GM， 那经过了好几场的8到10个小时的婚礼我发现50毫米 GM 虽然看上去比较粗壮，但是呢，在实际使用的时候呢，也不会让我感觉特别累。那这一点呢，让我更加喜欢使用这支镜头来干活。那毕竟呢，我收一样的钱，镜头和机身越轻，我所耗费的体力也越少。这么一想，它的确是干活神器啊！在我之前的视频里面有多次提到，我拍摄婚礼的时候，主要都是使用定焦镜头双机拍摄，一台机器搭配35毫米
另外一台机器搭配85毫米。那但是呢，当我拥有了50毫米 f1.2GM 之后呢，它完全改变了我的拍摄习惯。那很多时候啊，我仅使用50毫米 GM 就覆盖我一整天的这个大部分的拍摄场景。那因为它真的是太好用了。特别是在婚礼的拍摄中嘛，50毫米这个焦段，无论是拍摄新娘的这个化妆啊、准备新郎的准备环节，拍摄一些请帖、一些首饰的细节、合照、仪式、外景、晚宴，它都可以胜任。那 1.2 光圈的虚化还有近光量，无论是户外还是室内，都有非常不错的表现。而搭配了4个 XD 对焦马达，那虽然是 f1.2 的大光圈镜头，它都拥有丧心病狂的对焦速度。再搭配索尼强悍的对焦系统它可以做到几乎每一张照片都可以精准对焦在我想要的这个焦点上面，那不会出现虚焦的情况。那并且呢，我根本不需要拍完之后在屏幕上面放大，然后反复确认到底对上焦了没有。那也由于它这么强，那30毫米 GM 还有这个适码的85 f1.4 DGDN 的使用比例呢，也是大幅的下降。那也正是因为它如此好用，还有呢 A74 的这个综合性能也是真的是非常的均衡，那已经可以满足我日常大部分的拍摄题材和需求了。那为了可以更好的统一颜色，还有发挥手上面索尼的镜头群呢，我也决定双机位拍摄都使用索尼的相机。那所以今年年初呢，我又再下单了一台 A74。那如今呢，我在活动还有这个婚礼跟拍的时候呢，我一般都会使用这个24加50毫米这个镜头，又或者呢50加85来搭配使用。而35这个镜头呢，我会根据现场的情况而作为这个备选镜头。这支50毫米 f1.2GM 的镜头呢，锐度真的是无敌。在这之前呢，1.2的大光圈镜头，我只使用过尼康的50毫米 f1.2S， 大家也可以看看我之前的这期视频。那其实这两支镜头的设计方向是完全不一样的，那所以呢，我并不建议拿它们来进行这个直接对比。但是对于我个人来说我其实更偏向锐利的镜头，而并不是相对柔和的这个背景虚化的镜头。那毕竟背景虚化效果如何呢？是看个人的喜好的，而且呢也比较的玄学。但是画面是否锐利呢？每个人都可以很容易的看出来。那这支50毫米 f1.2GM 呢，哪怕是全开光圈，中心锐度都是锐利无比。而对于一支人像镜头，边缘锐度呢，我并不是特别看重，但是它的表现也是还可以的。当光圈受到学 f2 之后呢，边缘锐度也有明显的提升。在眩光控制方面呢，由于配有第2代的纳米 AR 镀膜技术呢，虽然在不少的测评中对着强光拍摄它都有轻微的鬼影问题，但是呢，在我日常的这个实际拍摄中呢，搭配的这个遮光罩使用，我并没有遇到明显的问题。那不过呢，这类镜头也并不是没有缺点的。那在紫边还有色散控制方面呢，它的确没有尼康的50毫米 f1.2S 呢做得好。那在1.2光圈下可以看到呢，焦外也有一点点的紫边，但是呢，问题并不算严重。它的背景虚化和光斑如何呢？大家也可以看看样片。那虽然呢，在 f1.2光圈下呢，它的光斑呢并不是特别的圆，但是呢，这也是1.2大光圈镜头的普遍问题。那对于我个人来说我觉得并不会影响我对它的爱。那虚化到底好看与否呢？这一点呢，真的是见仁见智了。在视频拍摄方面，手持拍摄的时候，它的手感非常好。搭配镜头上面的无极光圈调节，阻尼还不错的对焦环更是锦上添花。不过配合索尼的机器，我一般都使用自动对焦，但是结合了这个 A74 的对焦帮助功能呢，哪怕在自动对焦模式下，我们都可以轻轻转动一下这个对焦环，还是可以在手动和自动对焦中进行这个平滑切换。那这镜头呢，唯一缺点或许就是这个呼吸效应控制呢，并没有尼康的50毫米 f1.2S 做得好。但是相比起这个索尼的35 f1.4GM 它的呼吸效应控制已经有明显的进步了。那在日常的视频拍摄中我并没有特别的不满。那并且呢，搭配了 A74 的镜头呼吸补偿呢，
那其实还是可以忽略这个缺点的。那不过呢，我还是希望索尼可以尽快的更新一下 A7S3 的固件，让 A7 上面的一些新功能呢，也可以下放给 A7S3。那还有一点由于它拥有 f1.2 的大光圈，那如果呢我们开 S-Log3 拍摄，无论是 A7S3 的最低 ISO 640，还是 A7 的最低 ISO 800，如果全开光圈户外拍摄，我们大部分时候都需要使用5档或者以上的 ND 滤镜。那这一点呢，大家在使用的时候必须注意了。那不过呢，经过1整年的使用，其实这支镜头我主要还是用它来拍照为主。那视频的比例呢，也是相对的较小的。总结，这支镜头是我目前最喜欢的镜头，无论是干活还是日常出门拍摄，它都是我最近半年内使用频率最高的镜头，没有之一。也是我过去1年中向我身边的索尼用家们推荐最多的镜头。大部分人购买之后都和我有一样的看法，就是好用。虽然价格贵，但是真的是值得。特别是用它来干活的摄影摄像工具人，那在过去的1年里索尼发布了不少的镜头，每一支都是各具特色。而且呢，从上一年的7200 f2.8 GM OSS 2代和今年的1635 f4G， 还有2470 f2.8 GM 2代的更新呢，都可以看出索尼不断的在超越自己，不断优化镜头的拍照和拍视频的使用体验。1635 f4G 和2470 f2.8 GM 2代我已经下单了，等到拿到镜头之后呢，我也会和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一些看法还有使用体验。大家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关注我一下，留意我日后的更新。那今年呢，我其实也是非常期待索尼可以推出85 f1.2 GM 的，那估计呢，它也会成为不少这个索尼用家必买的镜头之一。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了。如果喜欢本期视频的话，请给我点赞、投币、评论，还有分享出去。还有记住订阅我的频道哦。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